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0岁以后发财的手相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。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，但是后期动力不足；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，却一直坚持，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尤其是财运上，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难，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，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？一、智慧线伸长。首先，50岁之后发财的人往往智慧线很长。我们摊开手掌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伸长的纹路，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。一般而言，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，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，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，做事善于思考，谋定而后动，而且洞察力惊人，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。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，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，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，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财富底气不足，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，只有等到年过半百，身上的负担减轻，才会大展手脚。因此50岁之后，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，而且年龄越大，挣钱的机会就越多。二、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路。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，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，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，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，1条直通食指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。也就是说，在50岁之后，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。这部分人大器晚成，主要是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，做事总是不知所云，有些任性随意，因此大都一事无成，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。但是到了50岁，作为财运的分界线，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，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，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，最终晚年福禄大增，成为人上人。三、看拇指和无名指是不是有斗。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，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。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，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。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，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，打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就是花期比较长。有些人年少得志，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，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。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，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，等待一定的时机，厚积薄发，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。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，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。四、手食指长。食指长者性格倔强，行事注重原则，进取之心强旺，凡事善始善终，财大气粗，早年可得富贵，然不善理财，钱财流失过快，衣食平平。中年之时，心性沉稳，善聚财，亦能勤俭持家，财富得以积累，满堂富贵。五、手掌厚。手掌越厚，这说明这个人的底气越足，手背高出的人勤劳肯干，做事踏实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手掌又厚，而且有肉，只能说明他们很能赚钱，日进斗金不是问题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手掌厚的人会赚钱，却不一定能存钱。如果中指和无名指的缝隙大，难并拢，
则是漏财的象征，即使能赚大钱，在晚年之后也会被挥霍一空，连累子女家人。6. 生命线分支向手腕延伸，这类手相的人在早些年的时候，日子过得很清贫，尤其是家庭条件可能会非常糟糕，父母没有本事赚到大钱，在小的时候也会吃很多苦头。但是这类人本身是特别有上进心的，可以在职场中摸爬滚打，能够不断累积工作经验，还可以持续升职加薪。基本上到了中年的时候，赚钱能力就已经很强了，可以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。到了50多岁，就可以成为远近闻名的有钱人了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根本就不需要为了金钱方面的事情感到操心，日子会非常幸福。7.3约文，这类手相的人在年轻的时候，财运表现得很糟糕，没有办法赚到大钱，而且还总是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钱财破损事件，比如说走在路上丢钱，再比如说家中遭遇窃贼光顾等等，手里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积蓄，日子过得会很艰难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财运呈现出攀升的态势，尤其是偏财运势会变得很旺盛，有可能获得天降财富，很有可能因为买彩票中大奖，或者是通过购买投资理财产品，给自己带来丰厚的收益等等，甚至有可能一夜暴富，彻底财务自由。手相有好，那也有坏，最差最不好的手相有哪些特征？一、智慧线折断、破碎或过分弯垂。智慧线折断、破碎代表思想凌乱，没有条理，目的不明，幻想过多，不满现实，但又懒于去寻找出路，同时常常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头痛，有时头痛剧增而至后颈、肩膊、后背的上半部都疼痛异常，使人无心工作。2.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多数是职业女性，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，难享福福。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，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。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，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，也是努力者，不过相较之下，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，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，脚踏实地，从不靠运气和侥幸。3. 女生必看的不好手相。头脑线破碎成断断续续的手相，主无法集中意志力，也无理解力，于读书、工作均不积极，只想追求享乐，沉迷于酒色生活，又因身体软弱，做事缺乏活力，所以财运不好。头脑线断断续续重叠，成为梯形的相，表示要想做好事情，但无耐心，由于过分享乐招致灾祸。到了中年，健康情况不良好，并有常患女性之倾向。4.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多数是职业女性，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，难享福福。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，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。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，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，也是努力者，不过相较之下，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，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，脚踏实地，从不靠运气和侥幸。5. 手上有反抗线。手上有反抗线，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，也不喜欢听他人指示，尤其倘若线长，一旦被束缚，就会引起他的反抗。像这样的女人，适合搭配一个个性温和或者年纪小的男人，否则多半是老公受支配却不服气。这种手相的女人有正义感，又喜欢辩论，不肯认输。
倘若智慧线良好，做律师、法官都会有成就；倘若有2条反抗线，则不是很好，容易一事无成。无论好运与坏运，不必高兴或气馁。福报享尽即为坏运，坏运过去即为好运。多行善事才是好运的根本。6. 婚姻线上下起伏，或者呈锁链状；婚姻线上下起伏，或者呈锁链状；婚姻线上下起伏，或者呈锁链状。此人容易遇到小人，感情姻缘容易突变，婚后很容易出现离婚，事业上起伏不定，婚前容易人生迷茫，脾气倔强，一生碌碌无为，难成大事。如果是女士，婚后容易得妇科炎症，特别是盆腔炎、附件炎、输卵管的病症、宫颈炎。男士婚后容易得前列腺炎，生活逐步没落。7. 冲天文压事业线，冲天文压事业线。那么青年时期人生顺利，但中年后开始经历风风雨雨，走下坡。女生的话，尤其婚姻不美满，容易离婚再嫁。这类女人比较有主见，事业心强。倘若老公可以宽容包容她，则是最好的。8. 智慧线过分幼弱，其指无力的弯垂，同时食指的指尖比较尖削。智慧线过分幼弱，主会长期过分内向、羞怯、拘谨、困窘、畏惧，凡事都不放心，害怕批评，更害怕自己在无意中得罪人，于是性格会不断的萎缩，而缺乏进取，缺乏斗志。在做事方面，往往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我们通过这些方法，充分利用手中的钱财文带来的运势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财富命运，迎来更加富足和幸福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